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昨天抵达北京做国事访问，今天预计傍晚的时候会离开。那他的国事访问内容呢？我们先看看他一下飞机就跟习近平拥抱。为什么话别呢？因为两个人讲完话之后，他就出发到哈尔滨，这是他今天在哈尔滨的行程哦。我们先来看看他在哈尔滨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呢跟苏联时期的连结非常深，所以呢，普京一抵达哈尔滨，就在苏联红军烈士墓的这个纪念碑献花圈哦。在1945年，大家来复习一下历史，苏联红军的帮助之下，哈尔滨成为中国首座解放的大城市，也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发展基地。而当年苏联援助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哦。所以对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就是当年苏联的合作，这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性质的地方。而另外呢，普京还会在这里出席所谓的中俄博览会，还有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的开幕式哦。他也跟韩正做了一个双边的会晤，那两边呢都在谈论，包括为了中国经济提供廉价的能源。大家知道，俄罗斯是一个产能源的大国。那另外，普京也会参观哈尔滨圣母守护教堂。在这个地方，他同时会访问哈尔滨的工业大学，会见师生哦。那大家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中国大陆国防七子之首哦，就是这个学校哦，它是做很多国防工业的一个包括研发或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基地哦。那另外我们看到哈尔滨也被外界称为小莫斯科哦，为什么？大家刚才讲到它跟过去苏联的时代的关系，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访问过这个城市呢？到处都可以见到俄罗斯风格的建筑，还有哥德式大楼以及东正教、基督教的教堂。另外，我们看到哈尔滨跟海参崴其实都有飞机直航哦，也有火车直达，这是中俄经济经贸交流的第一重镇。所以我们再来看看过去包括这个在5月16号，我说昨天嘛，普京不是访问北京吗？访问中国吗？在33年的同一天，中国也割让海参崴给俄国，所以现在的海参崴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内贸港。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在哈尔滨这个地方呢，也设了俄罗斯的这个产品的推广点，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包括两边的经贸各种的食品的展出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这个展示。而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一次普京高调来访问中国大陆，他的代表团里头有什么样的人？大家来看一看。除了外交部长、新任国防部长以及俄罗斯的安理会国安会的秘书长另外呢，包括俄罗斯的央行总裁、铁路局长、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经理、俄罗斯的外贸经贸的银行的行长，以及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行长 CEO， 还有俄罗斯外贸银行的行长像是石油公司的总裁都来了所以来的很多都是重量级的包括外交、包括国防、包括内政、包括交通、包括经贸、包括金融方方面面的合作还有核能所以这样的合作是完全紧密的。尽管这个国事访问非常的短，只有2天不到，外界正在传下一站普京会去访问北韩。来访问金正恩，并且要履行过去他对金正恩的承诺说，我会来拜访你可是目前俄罗斯的官方并没有证实相关的消息，只是说有这样子的可能性。那另外我们来看看普习会对美国美国当然全程在关注这一场所谓的这个中俄两大国的会面他说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就说，中国你必须注意，你不能鱼与熊掌兼得，你没有办法改善和西方的关系，又支持俄罗斯。如果你要支持俄罗斯，你就会跟我们西方决裂；如果你要改善跟我们西方的关系，你就不能支持俄罗斯。某种程度也是在放话。我们就来看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在1周内被俄军
拿下了278平方公里的领土，1年半以来可以说是最大的战果，对俄罗斯方来说。所以你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5月9号到15号。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夺取了这么一大块的土地呀，这个是可以说是过去1年半以来俄罗斯最大的进展，在地面部队的方面。而另外呢，俄军的下一步恐怕要打哪里呢？是哈尔科夫，还有隔壁的这个苏米州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去年我们看到西方媒体都说普京输了呀，白宫也这样讲，可是现在战况看起来不太妙，是不是有可能被俄罗斯给逆转呢？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你从这个随着普丁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这些成员团员的成分来看中俄未来的发展，因为这是很关键的2位前后任的防长都来，这代表中俄之间的军事合作会在往上走。交通这个代表这个“一带一路”继续往前推。能源的 CEO 也来了，这代表中俄之间的能源，尤其是这个西伯利亚这个2号会已经不经过蒙古了，已经确定了要经过哈萨克，因为蒙古的摇摆不定使中国大陆最终不愿意走蒙古这条线，走哈萨克这条线，这样的话会更加的稳定。所以俄国也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能源往中国这个地方来移动，而不往欧洲来移动，这也是一个它主要的一个方向。最重要在哪里？4位行长，而且是最重要的4位行长，不管是央行的、外汇的、储备的这些，为什么会有4位行长来？这反映出在下个月的金砖会议中，中俄之间会联手推有关于金砖国家这10个国家占全世界40% GDP 的这个几个国家，他们要采用这个本币交易的这个推动。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在采用本币交易的时候，怎么样绕过美国的情报系统的监看？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再巧做安排了。所以这几位行长来的时候，其实会谈很多让欧洲、美国要制裁跟俄罗斯有关贸易的这些公司，他们显得更加的困难。我觉得美国想复杂化中国，中国跟俄国也想复杂化美国的监督跟制裁的系统。我觉得彼此之间都在较量。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今天为什么普丁几乎都一整天都在哈尔滨？其实这个释放出一个明确的讯息，也就是说，俄国现在跟未来的方向是往东看了。过去它是往西看，所以它的整个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所有的重心几乎都在欧洲，可是它现在很明显的要往亚洲了，要往亚洲，那该怎么办？那中国的东北是一个重中之重，中国的西北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东北跟西北的发展是属于内陆，在过去俄罗斯坦白说，对于中国的东北、西北的发展有一些牵制的作用，所以海参崴不能够成为东北的出海港，那图们江也没办法成为中国的出海港。那在这个西边里面，中吉乌铁路要往里海、往伊朗这个地方、往西亚、中亚接这条铁路，俄罗斯都不肯开放。那这样的情形下，你看被卡了25年，现在开放了，所以王毅在去年一旦被开放以后，马上走访这3个国家，那中亚的国家也都马上同意。那这个规划路线都已经完成了，今年10月就开始开工了，估计可能很短的时间内，这条铁路就会拉起来了。一旦拉起来，中国的大西北的一些物资、能源的发展，那么从中吉乌铁路进入伊朗，伊朗的能源进入中国，这条铁路就贯通了。另外，在东北这个地方，东北你看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重工业的中心，可它为什么现在一直努力发展起不来？因为这些东西大的话，它没有出海口，那它要绕到河北这边再出去，坦白说，它的运输的成本太高。如果能从海参崴、从图们江出去的话，吉林、哈尔滨、黑龙江等的发展，那当然一下子就到了。是。来，杨老师，现在国际社会进入到两个新的时期重叠，一个叫后拜登时期，一个叫做后俄乌战争时期。其实都跟美国这个总统大选可能会这个换人做看
也就是川普、特朗普可能会选上，现在机会其实都很高。所以拜登在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啊，都是为了选举。那全世界也都知道，这些都是短期的考虑，叫后拜登。那希望他能够继续连任了哈，我不是在诅咒他，但是呢，后俄乌其实就很清楚，俄乌战争的情势已经大概底定了。哦，那美国因此呢，现在有2个东西哦，拜登政府一定要让他撑到选举结束，那就是俄乌战争不能输，大幅的输，尤其是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另外一个是美国的股市不能倒啊，股市的问题好像我们下一节再谈。对，那俄乌战争的这个情况，昨天呢，泽伦斯基应该要去西班牙的，他就取消了行程，他跑到哈尔科夫第一线去，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进入到距离哈尔科夫就是整个乌克兰的第2大城，而且是靠俄罗斯这边的，差不多60公里的这个范围，已经连续几个村落不断的在这几天有所斩获，而且他的这个飞弹越射越准，哦，居然昨天的泽伦斯基说，我只要2套爱国者飞弹，但美国都给不起，哦，然后呢，他就开始在抱怨，记者问他说，你觉得是不是美国的错？哦，他说，是世界的错 ，OK， 然后呢，他说，其实这些美国给的钱都是给美国的工厂，让美国增加工作机会。但是呢，最后的武器什么时候能够到我们这边？我现在只需要2套爱国者飞弹。其实讲的是非常的悲哀啊！哦，那当然这是他的，也许是一个唱作俱佳的一种作秀哈。可是呢，就表示现在乌克兰的这个情势真的是不太好。同时，俄国为什么要来中国大陆呢？也就是面对战后经济，俄国要怎么去面对？因为就算是这个战争僵局或者是和谈，未来这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制裁不会一下子停掉的，可能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战前的这个石油的输出、天然气的输出没有办法一下恢复，然后呢，战争时期大举的花在这个战争，所以呢，他就让一个经济学者来做国防部长。哦，那现在他了解最重要的，现在倒过来都是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大陆。讲句实在话，哦，大概在2019年的时候，双方的贸易是1100亿美元，就到2023年去年呢，来到2278亿美元，有一说是接近2400亿。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哦，其实就是都是在面对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哈，俄乌战争大概会到一个段落，然后呢，美国的经济哦开始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挑战。那因此呢，中俄之间作为2个世界的主要大国，就已经开始先前的做布局。这是对未来时局的预测。来请教这个董哥。当今世界上有2场战争，大家都很清楚，俄乌战争啊，还有以色列啊在打哈马斯，其实是在打巴勒斯坦。那大家看到了，因为俄乌战争影响了全世界。俄乌战争，俄国的领袖他刚刚又连任总统，然后他第一个到中国大陆，好整以暇，带着他的文武百官。那乌克兰呢？乌克兰的泽伦斯基本来要去西班牙，不去了，而且美国的3个官员警告他，你现在千万不要出去，你现在的战情非常紧急，所以我们所解读的这么久的俄乌战争的话，谁胜谁负其实是很清楚，结局大概会怎么样也很清楚。那可是因为有些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他有一个总统选举卡在那里，至少你给我撑到我拜登连任。所以大家都有一个这样。那以色列这边现在众议院大家继续提供武器给以色列去打巴勒斯坦，这个已经违背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了。可是他们硬要凹，那大家看到了，我们整个世界乱了套，是不是？那普丁我觉得他的动作有点好整以暇。为什么到东北？因为大家也知道，那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那时候在打败日本人2次大战以后，然后俄国在这里全力协助共产党，把缴获的武器给共产党，然后他们等于说共产党是从东北这里起家，对不对？他本来以前是被剿灭，已经跑到了那个陕西那些荒凉的角落了，可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了，那可以
发现了那时候有很多俄国人的协助。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家知道这所学校是民国9年成立的，在中国大陆成立的东北。这成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学生来念，他们是讲俄文的，全校都是讲俄文的，你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为了接受一个工业，然后俄国的工业是非常发达，所以那时候等于说对整个中国的工业兴起，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效果。现在这所大学在深圳也有一个分校。在威海也有个分校，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普丁其实他是有一些讨人情，那这讨人情也表示他的好整以暇，说好，那我现在的情况，我就来，这边先来拜访你。那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那些威胁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啦，那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错误就是把中国大陆跟俄国让它比较连结，过去一定是拉中打俄或拉俄打中，那你现在所有都是荒腔走板，自己的敌人越塑造越大的话，那只是可以看到了美国现在的那一种完全没有思考将来会对世界造成怎么样坏的影响，或者自己对国内有多坏的一个未来，这其实都已经看得出来了。是，观众朋友，如果您有印象的话，过去10多年西方媒体一直有一个理论叫做中国大陆经济崩溃论，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在疫后那中国大陆经济可能有一些困顿那好像都一直在这个唱衰或者一直在放大这个部分，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经济其实并没有真正崩溃，倒是房市这个地方的确现在房市看起来有点惨，所以你看到彭博新闻社他就特别讲了，他说中国现在可能想要出台，可能想要实施一个政策，就是要地方政府去买那些烂尾楼啊、滞销房啊来救房市如果算一算要把这些烂尾楼都买起来的话，地方政府出钱大概要花1兆人民币，甚至到2兆人民币。那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好，政府也没有钱，这个有可能可行吗？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其实是并没有回应啦。我们要说的是，有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可能大家还是要张大眼睛仔细反复思量中间言论有没有矛盾之处。再举一个例子。海底捞，观众朋友可能有人吃过，因为在台湾也有分店嘛。这是一家连锁的火锅店，从四川来的它现在拓展店到全世界来喽2021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加上他自己的这个可能展店太快，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关了蛮多店的市值也蒸发了1.25兆那另外呢，那个时候也有人唱衰说，哇，海底捞完蛋了 ，game over 了，他可能要这个下市了，或者是整个要关起来了。可是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讯息出来了，海底捞即将到美国挂牌那它现在整个在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海外门市加起来破1000家它的连锁店，创办人不得了，这个人我还访问过呢，他的身家已经超过3400亿了变成一个超级有钱人了所以有很多经济上面的问题，可能你不能只看一家报道，或者是还是要长期观察那我们看到包括海底捞的新闻现在可以说呢，这个铺天盖地都来了，因为它要上市了嘛。而另外，我们在看到现在中国大陆面对美中的贸易战，它还祭出了一招，就是它减持美债，它把美债都抛售了。我们看到在第1季，中国大陆大举的抛售美债。另外，它狂囤黄金，因此也推升了黄金的价格。我们看到现在金价已经逼近$2400了那中国大陆的黄金 ETF 连5月净流入所以大家都在狂买黄金。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元也反弹了。现在美国的这个联准会的官员因为私下的一席话，也让美债的殖利率往上升，因为他讲说我们会维持利率不变，一直到通膨消退，所以市场有恐慌嘛，就想说哇，现在通膨是不是不会消退，还在高通膨所以有一些忧心市场的预期心理就来了。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美股大涨了，刚才杨老师也讲了，一直到美选落幕前，股市不能崩可是呢，这个大涨的背后到底是虚胖还是真的这么好呢？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美国三大指数啊，在前一天的收盘同步攻上历史新高，吓死人！道琼工业指数开盘之后1小时站上4万点，创下新纪录。可是猪变胖了，该杀吗？美股的7巨头 CEO 高层疯狂在卖股票。获利了结了呀！这是美国科技7巨头的近12名高阶主管和董事最近抛售了总价大概1.6亿美元的股票。而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的小资族、一些散户啊，他们跟进美国的财经网红，有一个叫做“咆哮小猫”的网红，他发了一个梗图他说大家赶快去买 GameStop。结果好厉害呀！网络力量大，股价狂飙2倍，这是在经济面上。来，先请教赖老师。大陆的房市目前来讲，成长确实是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很明显的，大陆的中央政府，我们所观察出来的，他们坚决的就是房市住房不是用来炒的，他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意志很坚定，所以他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确保消费者能够买到他所买的房子，不会成为烂尾楼。那地方政府的功能就是让它不会成为烂尾楼。那也就是说，这个企业该倒了就倒了，倒了以后政府接管，那把它盖完以后一样卖给这个消费者，消费者继续一样那么按他的贷款的方式来付，那这个钱迟早都要再拿回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到他们也不会去救那个房地产。因为炒作投机的倒的房地产就让它倒，他们并没有要救房地产。我觉得这一点跟我们台湾当初所发生的情况不一样台湾当初就是救房地产，就救那些商人了，就那些投机炒房的那些商人、那些建商。但是大陆看起来是不救建商，就让它自然倒，让它自然倒。但是把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住，所以房子把它盖完了以后，那交付了。可是不要忘了，盖完了以后那个钱要缴了。所以那个钱事实上是政府拿走了，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跟我们台湾的做法不太一样。因此，彭博社他们的报道就是你刚刚提醒的，就是说不要太相信他们的报道，不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大家要看清楚。另外，我觉得由于美国跟欧洲做错了一件事情，他们把俄罗斯的这个放在美国跟欧洲的这些资产没收。是。我觉得这个会让中国大陆一直对于美国跟欧洲不太信任，尤其对美国。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抛公债，一直在增持美元，增持黄金。我觉得这个都在做避险的一个工作。是，美国其实不应该做这件事。你对俄国做到这个没底线的话，坦白说，您认为就中国这样做吗？其实欧洲也在卖美国政府公债，我们也看到这个沙特也在卖美国政府公债，其实大家都在减持，都想办法把钱转出去。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样做真的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也损人不利己啊！好，我们进一下广告。520新政局，5月20到5月26下午2点到晚间10点，锁定 TVBS 56频道。好，我们看世界的财经局势，海底捞要到美国上市挂牌了，而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到底如何？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不过大家不要误会这个海底捞其实是第4次的 IPO。他是把他的海外业务在香港之外又框一块，然后到美国去这个上市。那跟之前中国大陆的比较高规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极客也在这个就是华尔街上市。那上市的时候呢，第一天还增加36%的这个股价。所以这种所谓没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这些，你要去做国际性的募资，而且你的目标看到国际性的市场的时候，你当然到纽约的某种程度是等于是接受一个这种检验，尤其国际资本的检验。讲到就是美债现在只有日本、美跟英国在增加。日本跟英国在3月份的时候分别增加199亿跟268亿的购入，那中国刚好反方向因此日本现在拥有1.2兆美国这个债务的第一大拥有主，然后呢是中国大陆7674兆。接下来就是英国7281亿所以其实也跟以前比，事实上都降了很多那个同一个时间呢，黄金在涨
比特币也在涨哦。比特币这2天的价钱来到6.6万美元，不得了，不得了。所以什么意思？黄金、比特币，这基本上就是等于是美元的一个避险，它不断的在涨。可是为什么美元也不断的涨呢？美国的经济不断的好呢？可是我们看到这些美国的公司的 CEO 自己在抛，那同时巴菲特的这个波克夏，他怎么样？他现在在整个调整他的持股的比例，大卖科技股。苹果，然后呢，派拉蒙，然后以及一些相关的这个科技股不断的卖，同时索罗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都在卖美国的科技股，然后买进2个类的这个股票，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什么？保险。保险跟能源，这我觉得我就不要多讲了，你就很清楚，就等于是说，对现在的美国西方的科技业，对美国的经济。他已经对于科技的这些，你不要忘记，美国还是不断的给予补助的，不是这么看好他面临到的挑战。什么挑战？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种市场跟产品的挑战。那他就看能源，能源是什么？因为当美国跌或者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能源价格一定涨嘛。然后呢，保险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当这些就显示出现在美国的股市。很多的这些分析师都已经在预测，美国的分析师我们台湾分析师不敢讲这种大话，美国的分析师都说可能会在怎么样的一个就是会跌或崩，但我这边不敢多讲。对，那基本上就大家看媒体就非常的多，所以但是我是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一定尽全力的会把股市撑住，把这个乌克兰战争也撑住，可是撑得住吗？这就是一个问号了。我们进一下广告。520新政局，5月20到5月26下午2点到晚间10点，锁定 TVBS 56频道。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选举跟俄乌战争它其实改变了世界很多那美国现在当然开始采取就是围堵中国大陆，尤其经济方面，大家看到是好像南海在战但是最主要是科技晶片，他找韩国找日本，然后这经济的围堵其实是非常微妙的。美国这2天下令说。中国大陆你不要再支持俄国然后一直在讲你在经济上支持他，你买他的油就是在支持他，然后也不准买伊朗的油。其实中国大陆不会理会啦，我老实讲因为你在听美国的话，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就是过去的经验一直是这样。那现在很清楚了俄罗斯的普丁去，你知道川普今天怎么讲吗？川普今天讲说。那个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把台湾拿下来，普丁已经支持他了。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先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老师。钱子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前日本的大臣，他是前厚生劳动大臣揣田耀一那这位先生呢，最近讲了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他说日本人你要注意对自己的同胞来做一些警讯。他说我去中国大陆访问之后，我认为我们日本太落后了。哇！怎么会讲出这样子的话？一般可能在很多日本老百姓的心中会觉得说，我们比日本我们日本比中国应该还要进步啊！那这一位这个揣田耀一这一位前劳动大臣就讲了，他说我们许多日本人还不愿意接受中国现在已经真正富有了，已经富起来了我们日本人的时钟还停在30年前。不想要接受这个事实他还进一步说，他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之后，他发现，
在中国只要有这个智慧手机就可以搞定任何事，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人去过中国旅游哦，可能你用微信支付啦，哦各种，你一只手机就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然后呢，这位先生他还很感慨，他说30年前，当日本人哦我们在开豪车的时候，中国人呐，你到北京一看，到处都在骑自行车，看起来哇，通通都是自行车海。可是3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已经开着最新的电动汽车了，可是我们日本人还在开燃油车哦，所以呢，他有一些感慨哦。那另外，我们也邀请观众朋友来看看，的的确确，中国大陆在30年前，甚或40年前，那个时候是非常穷困的哦。还记得这一幕吗？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那个时候很像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乘坐日本的新干线，他说哇真的好快哦，用他的四川腔讲哦。那另外呢，他也去参观松下电器，并且希望松下来帮助中国做一些现代化的建设。那个时候松下也允诺说 OK 没有问题，10年河东10年河西哦。现在中国大陆当然它不是无下阿蒙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为了防止中国大陆的崛起，由美国为首哦，就会说哎呀你有野心，哎呀你还是慢一点崛起吧。所以说会危害世界的安全呐，有非常多的说法。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它联手日本、韩国，它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这附近呢，其实不断的有一些联合军演哦。他说要剑指中俄啊，他说中国跟俄国背靠背哦，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大威胁。像这样的演训啊，非常的多。可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美国、日本他们联合开发一种叫做超高音速导弹拦截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说啊，中国跟俄罗斯这个武器已经遥遥领先我们了，所以我们必须赶紧签署这样的合作协议开发我刚刚讲的高超音速的导弹拦截器我们要强化对周边国家的威慑能力。说穿了，一切都是要防堵中国那另外呢，他们也认为中国有一些野心，要让全世界臣服在他的脚下吗？我们看到现在其实因为少子化，日本也很严重，所以呢，他们的自卫队也苦于招不到人，尤其是海上自卫队，因为你知道船一出海，有时候手机也不能用包括军人嘛他都会说你手机必须被管制所以他们现在呢，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开始跟星链来做一个合作大家知道这个是 SpaceX 的星链他把它弄上舰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军官还在展示海上自卫队向媒体来展示说，我们的这个练习舰叫鹿岛我们上面搭载的这个星链的系统，以后呢就可以你个人这些阿兵哥他的手机就可以用了所以会提升招募人数，因为招不到兵这也是一个诱因那另外当然宣示了他们跟星链有一些合作的一个事实。另外我们看看菲律宾这个国家最近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摩擦，还有互相的喊话。现在菲律宾宣布将从日本追加采购5艘海警舰那这个是礼拜5就购买了菲日两国他们也有签约他们又做了一个签约的仪式。而另外我们讲到菲律宾，就要提到前几天我们特别有说到的这个海上的大对峙。菲律宾这边派出了100艘的民船那它的这个演习的项目或者是所谓的联盟叫做 ATIDO 这个东西一个联盟其实它是一个民船的组织，它大概号召了100艘在海上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在黄岩岛附近就靠近它做一些主权的宣示。我们也看到连日来中国大陆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这个反应他们也组成了包括海警对这个黄岩岛的封锁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所谓100艘的菲律宾的联盟据说已经突破了中国的封锁，两边其实不断的在喊话中国大陆是对菲律宾喊话说你们这是在作秀，而且警告他们尽量远离美国的恶意，因为中国大陆言下之意是说这是美国在后面唆使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来看看中美的国防部长过去在国防上面的联系不是中断了很久吗？可是现在又要接上天际线了。中美的防长会再见面吗？在520前夕，美中军事沟通五角大厦说，我们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重点来了，我们看到了包括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这位先生瑞特纳16号跟中国中央军委会的办公室主任李斌，他们2个人通了视讯电话，讨论美中关系还有南海等议题，而重点在于2年一次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据说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跟中国大陆新任的国防部长董军会在月底在这场会议上面碰面。意思是2国又要重新来在军事上面有一些沟通了吗？来，先问一下董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他的前大臣讲的其实是比较实际的情况，他的情况，日本的情况跟台湾情况有一点像。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台湾大概有2/3没去过，没去过中国大陆。那我们听了西方那些媒体的宣传，或者民进党政府的宣传，你不晓得中国大陆他的哪一些东西是都进步了，他们完全不知道。那像我们比较常记的，因为我们金门人，对我们比较常记，我们就眼睁睁看着他在进步那一种。你想想看，小三通到现在22年，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厦门是都落后那时候我们码头一下来走中山路，想哇，厦门最热闹，中山路居然是这样，就是不可思议。那如果你现在22年后再去看，那不得了，现在厦门已经比台北还热闹了。我们过去，在台北在做双城论坛的时候，那是民国89年，就是陈水扁当选那一年。我们跟上海认为说，我们可以教上海很多东西，的确是上海对我们很多东西很羡慕。比如说那时候台北在办什么，在办那种垃圾随袋征收，对，那是很进步的一个垃圾处理方式，对不对？因为在台湾是第一个实施嘛，马英九当台北市长，然后你把垃圾要分类，现在当然很多地方分类了，高雄是还没办法分类啊。大家都没高雄民进党一直执政，一直讲多厉害，高雄到现在都没办法垃圾分类，你知道吗？那我们那时候去，因为这些我都有采访的经验，碰到哇，那上海人对我们多羡慕，哇，还可以这样，还可以这样，那时候我们捷运已经通车了，是所以第2届他们来这边，哇，好吃惊哇，台北竟然这样。那你现在如果去上海看，我其他的不讲星巴克大概快，你看多少家？9000多家星巴克，一个上海是，你就可以看那完全不一样厦门也一样，所以我对日本人讲这话，只要他去看过，我不觉得意外啦。那他现在看到了一些地方的非常进步，然后他讲了日本人不喜欢听，因为日本人本来就很讨厌中国人那中国人也讨厌日本人，互相讨厌。那互相讨厌，你不了解，就很多东西就会误解。我们现在提倡的都希望两岸有更多交流，就希望更多了解，你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譬如讲我们金门那时候发生那个事情，有2个移民者，很多人就会问我，金门它会不会很紧张？我说不会。你们为什么都不觉得紧张？好像大家都讲很紧张。我说不，因为我们有很多沟通管道嘛。我们很多东西交流，我们根本不相信，而且绝对不会同意说他们会把金门怎么样的，不会。我们当地人绝对没有人这样想那所以这个就是交流多了他的一个了解。那所以我觉得日本因为他过去在美国的扶持之下，他当然很多东西很进步。那时候中国大陆还没有开放，我就买了很多日本的书。日本那时候像我对文史有兴趣，他们就派很多人去拍那个黄河啦、长江啦，那时候是最原始大黄河，有没有？那时候 NHK 还拍了剧，派多少人去？哇，那时候真是觉得哇，真了不起。现在他们气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非常体会一个日本老人他的感慨。那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当然对日本过去的进步非常懂，可是他也了解现在日本的退步。日本的退步是为什么？因为他跟美国绑在一块，那他事事把美国奉为圭臬，包括美国在整个我们亚洲这里建立了一个小北约，然后他们大家亦步亦趋，就觉得说跟美国走就对了。那其实自己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之外，他们无端去
刺激一个周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那你花很多鲜血在做这个对付的话，还不如改善自己，让自己更进步。日本是有很好的底子，但是你曾几何时，日本的企业都要卖给郭台铭了，对不对？你就可以看到，等于说日薄西山那一种，让人家觉得觉得很不忍心也蛮惋惜的啦。来请教赖老师。我们中国领先全世界也几千年了那自从清乾隆时代才闭关锁国，那不知道世界各国的进步变化，所以我们落后了。那邓小平上来了以后，改革开放，我们看到我们又开始进步了。那台湾在蒋经国时代的时候也整个开放，那一段时间也是台湾进步最快的时候。结果呢，台湾后来从李登辉开始上来到现在，台湾整个又发展又慢下来了，又落后下来了，城市的建设也落后了，各方面的科技的发展不平衡，贫富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日本不也一样吗？日本过去也是贫穷落后很多年嘛，然后到了他们的明治维新、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开始变了，也曾经进步了。结果呢，之后呢，然后又开始把自己锁起来了，然后也开始进入落后。欧洲也一样。我这一次到欧洲去我搭高铁，那我已经很多年没去欧洲了，然后这一次到欧洲搭高铁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高铁不准点这个在大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在欧洲的铁路系统却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准点还没有关系，高铁贵的，然后它刚开始起速的时候还这样摇到这个程度，然后等到一个速度以后才开始平稳，这代表什么？技术也落后了，铁道系统落后了，技术也落后了，然后里面的车厢的设备各方面也旧了，为什么？没有钱更新了嘛，也没有技术再去改良了。中国的高铁现在已经比法国、德国、比日本都还快，全世界最快的，已经在测速600，把它想办法商转到600，时速600。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一条唯一的高铁350都很难达到，那大陆已经开始在测试，开始要做400到600的一个速度。以现在的科技来说的话，大陆确实是以现在跟未来的科技，它已经在领先了。但是问题就在于，对大陆来讲，不能够这样子就自满嘛，因为你人均所得还是1万多嘛，12000左右嘛，你要到5、6万的人均所得，还需要更加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城乡之间的发展要平衡，这也是大陆未来还要走的事情，不能够因为这样自满，还要有很多的努力。日本人赞美你开心1天就好，坦白说1个小时就好，因为你还有很多的努力，你要让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建设发展，还需要大家继续打拼。但是我觉得日本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反省，愿意告诉他们的人民说我们落后了，大陆现在在进步了。我觉得这个对日本不是一件坏事情，好，因为尤其对日本的政客来讲，尤其是右翼的政客、自民党的政客来讲，这不是一件坏事情。但是要有更多的日本的政客，他愿意告诉日本的公民说，我们真的落后了，要有更多的日本人到大陆去。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有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嘛，看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台北有多落后，是台北有多丑，台北真的是丑陋不堪呐，不是我要这样讲，真的要加油了。我们的城市美学真的是差很多了而且人行走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给我们一个好的一个通道。我最后谈一点，我觉得中美的防长在这一次的香格里拉会议一定会见面。为什么我会这么笃定的说？中方已经提出3个议题他要谈的，一个就是美军跟台独之间的关系，他有意见；另外一个就是在南海里面，你美国人要拉菲律宾搞代理人的战争，他有意见；另外一个就是你美国要在菲律宾装这个反导系统，中导系统，中国大陆有意见，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大陆一定会跟美国来谈这3个议题。是，来，永明老师呢怎么看？这位就是日本的前大臣，他叫马兹这个 Zoe， 就是他以前是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国际关系的教授，后来离开东大，那自己做评论员，然后呢，这个担任自民党的参议员，是做了这个厚生大臣。他其实还有一个职位，他做过东京都的知事，
虽然只做2年就辞职，那现在就是被小池百合子这个续任。他其实75岁，他讲话都是很直接的，而且他这次对谈的是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就是新闻记者啊、评论家。那我觉得，其实他讲的话哈，那在日本的经济界跟一般的社会老早都知道。你当那个 BYD 在去年年初开始进入到就是日本的时候，所有的这些电动车都在就是市场上都在看，也都有在报道，那相关的讯息也都有，只不过是政治人物了，或者是说我们台湾对日本的这个理解总是取决那个比较少数的保守的偏右的，然后反中的，那这个讯息你就偏颇了。我必须讲，其实在日本呢，对中国的理解至少在民间，在经济界，那当然是很清楚的。他们这个对资讯的掌握是很快速的。可是政界是比较保守。那日本的政界已经跟日本的社会是异离了，因为那个自民党6个派系4个自我宣布解散，因为贪污，然后投票率只有20%几，上一次几个补选的议员，然后自民党通通输。但是呢，这个政治对一般人民已经是无感，然后不信任。那可是呢？他们还是追随了美国，所以美国在这边呢就搞小集团，也就是叫做这个迷你多边美日韩，对不对？然后呢，美国又拉着这个菲律宾，那最主要是那个美英澳但是讲句实在话这些国家这些他的盟邦那菲律宾都不要讲，那怎么可能够跟美国结合去对抗现在的中国跟俄罗斯昨天才签的联合声明呢？是不是？而且这2个国家自己都讲到，他们是2个大国的，要重新恢复国际秩序，对抗那个正在破坏国际秩序的美国。所以呢，我就讲个数字大家记得29、10、7、1，我不是在报名牌南海诸岛里面，越南有29个岛屿，菲律宾有10个，中国大陆只有7个，我们台湾1个。台湾本来2个，有个叫中业岛，被菲律宾给拿走。29、10、7、1，而这个菲律宾跟越南都在这个29跟10里面在做一些军事设施、军事的这个部署。然后从头到尾，南海的航行自由、民间的航行自由没有任何的影响。每年的这个经过的这些整个商品的总值来到5.3兆美元，保险费没有任何的增加。所以讲说哇，这里破坏区域和平，讲假的。20多年前。整个东南亚的10国跟中国就一直在谈南海行为准则，现在纸本都出来了，只是没有办法公布。大概菲律宾有意见，所以美国在早期的时候，拜登早期1-2年的时候，花很大精神去把这10个国家找来，希望能够跟他们跟中国唱反调。结果发觉这10个国家完全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就抓了这个菲律宾小马可仕为什么呢？当然很清楚，他有把柄在美国手中。可是呢，说句实在话，这就是一个岛屿冲突啦。哪个国家跟有岛屿的国家跟其他国家没有岛屿上的这个纷争呢？所以用水炮或者是说这个渔船，这都是我们也常见。但是美国因此要把它的中岛系统放到菲律宾，用中岛系统来对抗中国海警船的水炮吗？你就很清楚，美国的用意是基本上是要透过菲律宾来去整个去颠覆这个区域的稳定。那所谓的船事件只不过是个表象而已。